这次魔物猎人荒野的双剑动作可以透过精准闪避来触发鬼人闪身状态。新发布的人王3同样也有精准闪避的应用。精准闪避可以说是现代动作游戏的共通技巧。学会精准闪避可以让游戏进行得更顺利，也能让画面呈现变得更精彩。那么玩家应该如何学会精准闪避？ Study and practice years of it. 人与人之间的反应力差异没有很大，只要下定决心练习，就能学会精准闪避。但是很多玩家跟我一样，白天需要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练习，该怎么办？当能力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算不实际玩游戏，也可以靠想象的方式来练习。在还没有达到这程度之前，可以靠 YouTube 来练习。本影片会介绍如何靠 YouTube 来练习精准闪避的技巧。想要学会精准闪避，第一步就是要熟悉敌人的动作。我在上班的空闲时间里会看别人的游玩影片或是 Twitch 直播，但是我的焦点都是放在敌人的动作，而不是玩家的动作。所以就算那个玩家玩得很差劲，也不影响我的练习。事实上，看别人游玩可以比自己游玩更能清楚掌握敌人的动作，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下一次介绍谱面的时候会说明原因。只要可以准确辨识出敌人正在发动的是什么攻击，就可以前进到下一步的练习了。顺便说一下，我也是把同样的练习方法套用在决胜时刻上。在看别人游玩决胜时刻的影片时，我会注意画面角落突然出现的敌人，这样可以强化我对敌人外观跟游戏背景的辨识能力，进而让我可以快速做出反应。这种辨识能力的训练方式就是人工智慧机器学习的基础。人工智慧是模仿人类思考方式，所以人类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训练自己。当训练出辨识能力后，接下来就是练习掌握进行精准闪避的时机。精准闪避的触发条件是在进行闪避动作时，有一小段时间会判断与敌人攻击的距离。只要这段时间内与敌人攻击的距离够近，就会触发。如果闪避的方向是远离敌人，就有可能因为距离太远而无法触发。所以往敌人的攻击方向进行闪避，去撞敌人的攻击会更容易触发。YouTube 影片有个快捷键 K 可以用来快速暂停影片。在观看别人的游玩影片时，就可以利用快捷键来练习。以魔物猎人荒野为例，当看到魔物发出攻击时，在攻击快要击中影片中的玩家时，按下 K 来暂停影片。这时可以在静止的画面确认是否魔物的攻击距离玩家很近。用这种方式来判断自己按下 K 的时机点对不对。现在这影片里的索刃龙要飞起来攻击，在看到攻击快靠近时按下 K 来暂停画面。以静止的画面来看，攻击离玩家很近，应该可以触发精准闪避。就算影片中的玩家没有成功进行精准闪避，也不会影响玩家练习掌握闪避时机。如果是用像我的游玩影片这种拥有比较多精准闪避画面的情况，就更容易同步施展精准闪避。画面上黄雷龙正要使用翅膀攻击，按下 K 暂停画面时，看到画面中的玩家是处于刚进行闪避的姿势，并且发出一点白光。这就表示按下 K 的时机是正确的，而且跟画面中的玩家同步。画面恢复播放后，刚好触发出鬼人闪身状态，这样练习会更有感觉。再重新播放一次刚刚的画面，这次在翅膀攻击到之前就按下 K， 很明显距离比较远，就表示按下的时间太早。像这样按下 K， 明显翅膀已经重叠到玩家，这时机就有点晚了。
假如是实际游玩，这时可能已经先被打中了。接下来以人王3的情况来说明，跟魔物猎人一样，我都是根据同样的时机来按下 K。但人王3明显会看到影片中的人物已经进行以较大幅度的闪避动作，仍然是触发精准闪避，这是因为每个游戏对于输入延迟的设定不同。在 YouTube 按下 K 的延迟跟游玩时按下按钮的延迟会不同。这部分只要实际游玩一段时间，就可以靠肌肉记忆调整按下的速度。这个练习主要是要训练出判断进行闪避的时机。用这种方式，就算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实际游玩，也可以有效率的练习精准闪避。等到可以掌握精准闪避来应付敵人攻击时，就可以进行谱面的练习了。譜面が完成した！勝ちに行くぞ！3、4、5、1、読めてんだよ！てめえの汚い歌はよ！混山旋回を全て弾いた！すごい！譜面だと？俺の血気術を曲にして弾きやがったのか！